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故事，一个听起来很像童话，但却是真实发生在足球世界的故事。这是一个关于英雄、绝望，还有一个小男孩写信给国王的故事。我们先把时间快转到故事的最高潮。2022年卡达世界杯，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一幕，足球之神梅西终于捧起了那座大力神杯，而在他身边一起庆祝的是一个叫做恩佐·费尔南德斯的年轻中场，他们是世界冠军。不过，你知道吗？这张充满荣耀的照片背后，其实藏着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过去。让我们把时间倒转6年，回到2016年。当时，照片里的其中一个人正站在他人生的悬崖边，心都碎了，准备要放弃一切了。而另一个人呢，他那时候还不是什么世界冠军，甚至连职业球员都还不是。他只是一个15岁的少年，一个小粉丝，在网络上为他那个快要崩溃的偶像写下了一封信。接下来发生的事，真的比任何电影剧本还要戏剧化。所以啊，如果你想真正看懂2022年那场胜利有多伟大，我们就必须先回到那个充满绝望的起点。这不只是一个夺冠的故事，它更是一个关于救赎的故事。我们可以先来想一个问题，到底是什么能让一场胜利不只是胜利，而是变成大家永远都会记得的传奇？是进球数吗？还是踢得有多漂亮？答案往往是这个。传奇之所以是传奇，是因为那段从彻底失败、从万丈深渊中一步一步爬回来的艰辛旅程。而梅西跟阿根廷的这段故事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好，那故事最黑暗的那一章，要从所谓的决赛诅咒开始讲起。在2016年之前，梅西和他的阿根廷队连续3年都打进了世界大赛的决赛，但结果呢？他们也连续3年用最痛苦的方式倒在了终点线前面。你看，光是看这个时间轴，你就能感觉到那种心痛。2014年世界杯决赛踢到延长赛被德国绝杀，2015年美洲杯决赛 PK 大战输给智利，然后隔年2016年又是美洲杯决赛，又是对上智利，又是在 PK 大战输球，一次又一次的打击，累积成了那种几乎要把人压垮的重量。而真正压垮他的，就是2016年这场决赛。身为队长，梅西第一个走上罚球点，结果他竟然一脚把球给踢飞了。那一刻，你真的可以感觉到他的世界好像崩塌了。他跪在地上，把头埋进球衣里，那种绝望是骗不了人的。当时他的队友阿圭罗讲了一段话，我觉得说得太好了。他说，阿根廷国内的媒体、球迷简直是把他当成罪犯在对待，把所有输球的责任都丢给他。但事实上，就跟阿圭罗说的一样，根本没有人比梅西自己更痛苦。然后就在比赛结束后，发生了所有球迷最不想看到的事。一个英雄在身心俱疲的状态下选择了退出。你看他这个决定真的不是突然来的，这背后是连续的决赛失利，国内媒体那种近乎霸凌的批评，再加上当时阿根廷足协内部乱七八糟，这所有的东西加在一起，变成了一股让他快要窒息的巨大压力。赛后，他在球员通道面对镜头，几乎是用一种心死的语气说出了这段震惊全世界的话。他的语气很平静，但那种平静底下是彻底的、完全的心碎。他说他试过了，但他真的做不到，所以他觉得一切都该结束了。梅西这句话一出来，整个阿根廷的气氛可以说是瞬间大逆转，从铺天盖地的指责一下子变成了全国性的恐慌。大家突然意识到，天哪，我们可能真的要把自己的英雄给逼走了。于是，一场席卷全国的挽留运动就这样开始了。这个数字23，你一定要知道，它就是这一切情绪的源头。
整整23年，阿根廷国家队没有拿过任何一个大赛冠军。这种长久的渴望，让每一次的失败都更加痛苦，也让失去梅西这件事变得像世界末日一样可怕。这场挽留行动的规模真的大到很夸张。当时的阿根廷总统亲自打电话给梅西，请他不要理那些批评。就连球王马拉多纳也公开喊话要他留下。全国各地的球迷还冒着大雨走上街头集会。然后这句西班牙文“利友别走”，在那几个礼拜简直就成了阿根廷的全民口号。从首都的地标到机场的入境看板，到社群媒体上，所有地方都在讲这句话。一句很简单的恳求，却团结了整个国家。在全国一片挽留声中，有一封信悄悄地出现了。当时可能没有太多人注意到，但事后回头看，这封信简直就是一个预言。这也开启了我们故事的最后一个篇章，关于预言、回归与救赎。这就是那封信里的一段话，写信的人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小男孩，当时才15岁的恩佐·费尔南德斯。你知道这封信最感人的地方在哪吗？他没有要求梅西一定要赢，他只是提醒他的偶像要找回踢球的快乐。我想这才是粉丝文化最棒的样子。你看这个对比真的是哇，完美解释了什么叫梦想成真。左边是一个怀抱着梦想为偶像心碎的少年，右边6年之后他自己穿上了那件蓝白球衣，在中场奔跑，帮助他的偶像锁定胜局，最后一起成为了世界冠军。在这么多的爱和支持下，梅西的心动摇了。在他宣布退出大概6个礼拜之后，他发表声明，决定回归。他在声明里说，阿根廷足球已经有太多问题了，他不想再亲手制造一个。但最关键的是那句话，我对这个国家和这件球衣的爱实在太深了。然后6年后，所有故事的线索就在卡达的世界杯上全部汇集在一起。那个曾经心碎退出的英雄，带着更成熟、更享受比赛的心态回来了。而那个当年写信求他留下的男孩，长大了，变成他身边最可靠的战友。这一切真的就像是命运最好的安排。所以，我们回头看，梅西最伟大的胜利到底是什么？或许不只是那座金光闪闪的大力神杯，而是他选择从绝望中回来，并且启发了下一代，最终和他们一起完成梦想的这整个故事。我想，这才是真正的传奇。